因为吃野生动物而挨骂的选手你见过吗？詹姆斯自从含泪吃掉松鼠后愈发愧疚，之后又在深夜想起和女友在一起运动的日子，让他坚定不移的内心出现了动摇。终于经过一晚上的挣扎，他第二天呼叫了节目组，还是决定放弃比赛。金钱固然重要，可身边的人更需要好好珍惜，不是吗？就这样，荒野独居第9季宣告了第一位退出者。这个女人一大早就在树林里布下了天罗地网，她在每一处松鼠可能经过的路径上都布置了最少3个铁丝圈套。玛丽在特种部队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消耗更少的能量获取更多的食物，制作陷阱可以说是军队的必修课。她在这小块地方弄了大概20个陷阱，可以说松鼠落地就会白给。还没过多久，第一只小可爱就出来送鼠头了。现在宝哥宣布，《荒野独居》第9季正式改名为《小松鼠的灭绝日记》了。玛丽本以为只能抓到一只，结果在另一处陷阱里又看见了一只更大的。玛丽正准备一棒子了结它时，旁边窜出来了一只松鼠宝宝，趴在妈妈的尸体面前呼唤着，似乎想把妈妈叫起来带她寻找东西吃。即便是特种兵教官出身的玛丽看到这一幕，也不禁潸然泪下，因为同为母亲的她太懂这些情感了。但是为了拿到奖金，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她也只能把眼泪从嘴巴里流出来了。多布拉多的寒冬即将来临，玛丽这透风的菜棚子很显然不能继续使用。好在前2天抓松鼠的时候找到了一块风水宝地，并且已经在那打好了地基，周边的4棵树正好可以用来充当房屋的结构。现在只需要简单的清理一下山坡就能开始搭建了。玛丽将挖出来的泥土填到挖坑处，花了1个上午的时间，终于把地基搞定了。接下来把准备好的横梁固定在4棵大树上，再铺上木头组成屋顶，之后一点一点的用木棍固定住房屋的结构。看着房子豪华的气派，绝对是荒野独居第1大别墅。另一边住在海滩的吉米，日子过得十分苦逼，这些天几乎是3天饿8顿，要么吃海藻吃到吐，要么直接挨饿。半个月的时候已经瘦了大概20斤，简直比健身还管用。推荐吉美们试试。长期待在海边这种潮湿地带可能会得风湿病，所以吉米决定在雨林内建造木屋。他还特意在地面上铺了一层木头当地板，虽然有点费时间，但为了能拿到100个 W， 一切都是值得的。忙活了1下午，地基差不多打好了。吉米刚准备收工回营地睡觉，突然听到了旁边松鸡的叫声，嚯，这下有吃的了。只见他离开镜头没一会，手上就提着一只3.33斤重的食物，大吉大利，今晚吃鸡。跟其他选手不一样的是，吉米选择用火把鸡肉烤焦吃，他觉得烤鸡才是最美味的食物，这点宝哥表示十分赞同。那么大家是喜欢吃烤鸡还是汤鸡呢？时隔半个月，终于吃到了第1口肉，吉米激动的都快哭了。保罗这边每次做饭都会被烟雾折磨得痛哭流涕，现在经过了1个月的洗礼，人都快变成腊肉干了。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他决定把壁炉改造升级，先把切碎的杂草和用药淋过的泥土混合在一起，便于增加泥土的粘性。接着用树枝和藤蔓搭出壁炉的框架，最后把粘土糊上去就 OK 了。当然这个烟囱出口还是得要的，不然装了跟没装似的。他还在上边加了一块盖板，这样下雨也不怕进水。搞定之后，保罗就开始测试壁炉的实用性。烟雾顺着管道顺利排出，烟囱的问题搞定了。又到了为食物发愁的时候，保罗没有绿油油的头发，也没有精湛的剑法，他掏出了自己穿了20年的鞋垫，上面的脚掌印说明味道绝不是臭那么简单。割下来一小部分做成鱼饵的形状，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也不知道是鱼儿对鞋垫不感兴趣，还是都已经被臭晕了。保罗在这里站了半天都没有半条上钩，看来只能另想他法了。在回去的路上，他发现了一个牛肝菌，虽然有点老了，但这可不是挑剔的时候。走着走着，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头新鲜的奥利给。保罗觉得自己的运气来了。要知道，一头北极熊身上光脂肪就有大约600斤，如果能捕猎到，这场比赛想输都难。他直接拿上弓箭前往雨林深处寻找北极熊的踪迹，结果熊没看到，逮着一只倒霉的松鸡。只能说松鸡为了节目也是把自己贡献的差不多了。松鸡配送牛菌干，今晚就是小鸡炖蘑菇。保罗回到住处直接开工，把采来的野生蔬菜和牛菌干塞进松鸡的肚子里，小火慢煮半小时，到底这种成色就可以收之入味。开始动口了，一口鸡肉下肚，简直是舒服到不要不要的。坐在别墅内吃大餐，就问整个节目组除了保罗还有谁。视角来到杰克这边，起得太早没逼事干的他，在营地旁边模仿鹰眼。他也希望自己有100发100中的射击技术。距离上次吃肉的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他表示自己受够了夜夜嚼着树根入睡的日子，为了获取食物，
他不得不走到离营地更远的地方。很快，他就在泥土中发现了一对45码熊掌印，说明这里就是北极熊的活动范围。好家伙，现在所有的参赛选手都想着搞一头北极熊吃。北极熊威，杰克只做了一个警报器，他将上次吃剩的骨头放进了铁罐中，只要北极熊触碰陷阱，就会立刻发出声响，那他就可以第一时间做出捕猎准备。想法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北极熊真的来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大家说他能捕捉到北极熊吗？